Hello， 大家，现在是3:08凌晨，我们要去机场啦。对，这次的旅程呢，我们凌晨3点出门，搭早上6点从旧金山出发的早班机，先前往亚特兰大转机。到了亚特兰大机场以后，我们又马不停蹄地搭小火车前往另一个航站楼，飞往秘鲁首都利马。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在路上17个小时了，而我们的行程还远远没有结束。在利马机场休整一晚之后，我们早上又搭飞机前往马丘比丘所在的城市 Cusco， 整个行程大约32个小时。关于马丘比丘的部分，我们会单独再制作一支影片，而本片的内容将从我们在 Cusco 的旅程开始讲起。我们终于到 Cusco 啦！我们这次在 Cusco 入住的万豪酒店是有16世纪的一个修道院改建的，房间还没有 ready， 所以我们先出去晃一晃，回来再做 room tour。这间万豪就在 Cusco 市中心武器广场边上，城里面的大部分景点都在步行20分钟以内，所以游玩、吃饭、购物都特别方便。这里虽然是南美，但因为曾经是殖民地的关系，你可以感受到浓浓的西班牙风情。光教堂就有好几座。现在已经是下午3点，所以今天有点晚了。不过我们总共会在 Cusco 待1天半，所以决定明天去参观一下 Cusco 大教堂。我们现在要去买星巴克，因为松松已经好多天没有喝到冰饮料了。星巴克藏在这个小庭院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在星巴克里，窗外就是这个武器广场。这星巴克在2楼，我们刚刚走了1层楼梯而已，已经觉得有点喘了。对。今天的计划呢是去这附近的一个观景台，挺有名的，可以俯瞰整个 Cusco 古城。我们在 Google Maps 上看到走路很近，只需要11分钟。松松讲说，其实天空之城是马丘比丘，但实际上这里 Cusco 比马丘比丘的海拔还要高很多哦。这里大概是3500左右，3500，对，3500米。马丘比丘的海拔在2000多米，而 Cusco 古城的海拔则接近3500，所以如果你是直接从利马飞到 Cusco， 记得要提前48小时开始吃高反药，并且带足够的止痛片以防头痛。另外 Cusco 古城的台阶很多，如果你也喜欢闲逛，一定要做好在高原爬坡的准备哦。我们爬到这里已经能看到一部分城市的景象了。我们发现啊，秘鲁有一个特色，就是它路上的垃圾桶特别少，就我们喝完的饮料都不知道应该扔哪里。我们到啦，就是这样一个小平台，刚刚那条路走上来就到了，挺近的嘿，难怪只需要11分钟，就是坡比较陡一点，可以看到整个城市的全貌。我们刚刚是从这边走过来的。在 Cusco 随处可见这样牵着羊驼的印加女郎，她们穿着传统服饰，牵着几只打扮得很可爱的羊驼 baby， 问游客要不要拍照。我们做过一些攻略，所以知道会有坐地起价的情况，但羊驼实在太可爱，我们还是没有忍住想要抱一抱。谨慎起见，我们提前跟他说好了价格，10索尔抱抱加拍照，但是拍完之后他却说10索尔是1个人的价格，而我们俩都报了，所以需要付双倍。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很常见的套路，当下觉得蛮无语的，但也不要让这小小的插曲影响旅游的心情，而且羊驼真的很可爱。现
现在快4点钟，我们有点饿了，所以打算找个餐厅吃饭。一家 Chifa 在这边就是秘鲁跟中餐的融合菜。真的吗？这么多？看来创始者姓姜。这里写了 Best Peruvian Chinese。还穿着旗袍。对，在附近找了家评分最高的。我打算试一下它这个 fried pork， 听起来有点像锅包肉，馋锅包肉。我们吃完 Chifa 了，你有什么评价吗？就反正很饱。它那个锅包肉其实是比较像那种菠萝古老肉，就小时候食堂里吃的那种。然后我们点的那个 appetizer 那个鸡翅，它也是酸甜口的，比较像糖醋鸡翅那种感觉。就如果你实在特别馋中餐，然后又可以接受酸甜口的话，可以去试一下，不会到很难吃。然后也没什么好吃的吧？实在是太美了。我们好像遇到了一场活动，突然就开始游街了，还有很多人跳舞，就在武器广场这边。这是什么呀？还有人捧着类似照片的东西，有点不确定是喜事还是丧事。天黑了，这边晚上还是很安全的，人很多，店也很多。附近随处可见这种小的旅行社，要报一日团去附近的景点也很方便。超级推荐这间店，来 Cusco 一定要去。就在武器广场边上，很近。东西不是大众货，但便宜又可爱。这才3.9块，我刚刚买的10块，我被狠狠的宰了。冰箱贴也跟别人的店不一样哎。这个也好看啊，怎么办？我选不了。看了。一个小小的 room tour， 这房间比较小，窗户也小，没有什么风景。不过附了这种转换插头还是蛮贴心的。这个酒店比较厉害的是它的公共设施，坐落在古城区最中心的位置，有漂亮的庭院、宏伟的外墙，甚至还留了一个展厅，保留了16世纪修道院原本的样子。我们后来才知道，酒店每天下午都有免费的羊驼喂食活动。早知道昨天就不花那个钱了。除了室内泳池和 SPA， 它还有一个桑拿房。早餐也不错，种类不算太丰富。我觉得比起圣谷的万豪酒店来说，还是差了一些。但跟美国的酒店比起来，已经是豪华大餐了。早上起来发现我的感冒加重了，然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海拔的关系，现在这里是3500米嘛，我跟松松早上起来都觉得浑身乏力，所以今天应该就不会走一些比较难的行程了。松松在研究刚刚酒店前台给我们规划的几个他觉得比较值得去观赏的景点。很神奇的是，我们要去的那个 Plaza 叫 San Francisco， 然后它在 Santa Clara 路上。对，然后泡了2杯可可茶，这个放了2个茶包。泡了可可茶，打算再缓一缓。缓了一缓之后呢，我们就去了昨天没有来得及去的 Cusco 主教座堂。
这座教堂就坐落在武器广场的东北位置，始建于1536年，花了100多年的时间才建成，是 Cusco 第一座基督教堂。这是一个收费景点，门票是40索尔，门口还会有人问你需不需要讲解，讲解费是50索。我们想着2个人随便看看就好，就没有买。不过事实证明，随便看看是看不懂的。有别于刻板印象里琉璃穹顶式的教堂，这间教堂充满了巴洛克式以及哥特式的美学。室内铺成了大量的金色，壁画和雕塑也用了非常华丽、高饱和度的颜色。用松松的话来说，就是感觉很 dark。由于教堂里面不允许拍照，我会放几张网上的图片，让大家感受一下。总的来说，如果你有时间，如果你热爱历史、宗教或者艺术，那你进去以后一定会叹为观止。但其实一路上我们也有看到别的免费的教堂，里面的内饰没有那么高大宏伟，但风格大差不差。如果只是想体验一下，那去那些教堂就可以。在这个教堂的旁边就有一家 KFC， 然后那边那个位置还有一个麦当劳。我们特别想吃炸鸡，就过来看一看。昨天超级多人排队，今天都没有人。很不错，很 juicy， 感觉这味道跟美国的不太一样，感觉跟国内的比较像一些。然后它这些东西都比较迷你，美国的都超大。我们吃完 KFC 啦，现在感觉好多了。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呢，叫 Mercado Central de San Pedro， 是当地一个很接地气的中央市场，也是我们前台小哥哥推荐的，会路过 San Francisco 广场。现在在我们面前的是 San Francisco Plaza。对，太神奇了。大概只走了10几分钟，我们就走到了这个中央市场。哇，它两边全是小摊贩。这是一个比想象中更大、更热闹也更拥挤的市场。琳琅满目的摊位分布在这个大棚建筑的内部和周边，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的菜市场，但是更紧凑。这里什么东西都有，新鲜的蔬菜、水果和肉类，完全看不懂的调味品。有一整片小巷子里是每家店都差不多的，摆得满满当当的旅行纪念品和小玩意。还有这个像野猪头一样的东西，卖肉的，那里有一个牛头，我们就不走进去了吧？好。这些生鲜食品的旁边就是一些餐饮摊位，一整排的榨汁摊位，还有满满一片的小吃摊。大家就直接坐在摊位前面吃饭。说说你的感想。有点被吓到。哪方面？就是这个密集程度呀，然后对，而且这个人流量实在是有点大。这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我以为会是那种夜市那种感觉，一个摊位一个摊位，稍稍分散一点吧，但是感觉就是一个菜场的概念。其实蛮想喝它里面那个果汁的，不过考虑到接下去1周我们有一个高原徒步的行程，肠胃不能有任何的闪失，所以我们决定还是不在这里吃东西了。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刚刚路过的 San Francisco Plaza。 这鸽子，看这鸽子胖成这样，就知道他们伙食有多好了。 Cusco 真的不愧是天空之城，天空美的让我想到了西藏，虽然我还没有去过西藏。今天不知道是不是感冒加重了高反，我的身体非常不舒服，所以我们在这个小公园多休息了一会儿，决定前往下一个景点。
这也是前台推荐的网红打卡地点，需要先回到武器广场这边，再往反方向爬一段长长的坡。我特别喜欢这里的石阶，爬高以后人流就会明显变少，你可以更惬意地感受这片古城。然而这个景点却有些令人失望。到了以后，我们发现这边溪水稀稀落落，慕名而来的人排着长长的队伍，就为了拍出图上的照片，让我们觉得这个景点好像有点没有必要。刚才爬坡的时候，我们注意到路边有一间奶茶店，身体不适的我们很想喝一点熟悉的味道，而且它的谷歌评分非常不错，所以我们决定去试试看。结果我的 taro milk tea， 这大概是我人生中喝过最难喝的奶茶，特别甜。可以不用来。武器广场附近的餐厅大多比较贵，所以我们特地多走了一会儿，离开古城区，找了一间看起来很 local 的秘鲁鸡汤店。店主完全不会说英文，所以我就在点餐单上给他指我想要哪个。我点的是鸡汤面，里面有一颗鸡蛋，一颗马铃薯，一大块鸡，下面还有面条。汤头很鲜美，不过店家给的鸡肉部位比较柴，我看别的顾客上来的都是鸡腿，不知道是不是要跟店家特别说明，像我们没有说明，默认就给了柴的部分。吃完晚餐，我们差不多也该去机场了。有点遗憾，我们在 Cusco 的时间很短，并且精神不佳。古城区其实不大，如果你有时间，也可以去更远的地方。深入到 local 的社区，或许才能更了解 Cusco 真实的烟火气。另外 Cusco 周边的马丘比丘也是大部分游客会选择的旅行地。我们也参加了一个圣谷一日游的行程，觉得很推荐。下一条影片我们会重点介绍一下这两个地方。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